很高兴你今天能和我一起探索内在的智慧与光明。愿这段相遇像一盏柔光，陪你安稳走进9月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能量分享，请订阅频道，按赞影片并分享给可能需要的朋友。我们在温柔里彼此照亮。第一组，月星的微光，轮转的节律，在变化中养出新的契机。对应牌卡：节制、力量、魔术师、战车、月亮、皇后、恋人、太阳、星星、命运之轮、世界、审判。验证讯息：你的生命彷佛正穿过一片带路的草地，步伐不急，但方向感明显。节制与力量像2股低鸣的心音，提醒你回到身体的律动，回到规律的饮食与睡眠。你可能正在衔接新旧专案，或在一段关系中对齐节奏，工作上有人向你抛出合作意愿，或你准备亲手开启一件心中早已策划的事情。魔术师、战车。月亮的雾偶尔飘来，让你对某个人、某段话、某个决定仍有一丝不安，但星星的清澈与太阳的温度把你拉回来，你知道自己值得，也知道这一次要用更成熟的方式对待自己。命运之轮在你身边缓慢转动，世界与审判向远方的钟声，催促你把过去的故事好好收尾，好进入下一章。牌卡的灵魂故事，这是一场光影交织的旅程。节制与力量像2位守护者，温柔地牵引你回到轴心。节制教你细致地调配生活与心境，把想做与能做融合成一个可持续的节奏。力量提醒你，真正的勇敢是带着慈悲与自律，对内在的焦躁微笑点头，说：我知道你急，但我们会一步步到达。当魔术师出现，你的手中开始出现工具、灵感与资源。有些人会感到学习欲、创造力或新计划的火花跃动，若魔术师逆位的显现，也可能提醒你别分散太多心力，先选定一个焦点，把能量凝聚。紧接着战车推动你把愿景转化为路线图。战车正位时，你会感到方向明确，行动有力；若逆位，则提醒你方向感需要重新校准，或界限要更清晰，尤其在人际协作与家庭工作平衡上。月亮与皇后的交汇是感性与滋养的拥抱。月亮带来直觉、梦境、未说出口的担忧，皇后则用美与爱提醒你，好好喂养自己，创造你愿意停留的环境。当月亮逆位时，迷雾逐渐散去，你能看见焦虑的真名；当皇后逆位时，需留心过度付出，忽略自我照顾。来到恋人与太阳，选择的光亮浮现。恋人不是只有爱情，它是价值观的对齐。当你的心与行动一致，太阳便敞亮照耀，带来清晰、喜悦与自信。这里也承载着爱情的可能。若你是单身，真诚的连结在光中逐渐靠近；若你在关系里，沟通将更坦白，彼此开始谈论长远方向与共同的节律。星星轻轻落下，像夜空的一口深呼吸。它是疗愈与希望，为你洗去过去的不安，让你相信我值得，且我在路上。命运之轮转动，9月会出现机运窗口，也许是一个邀约，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，一个让你调整方向的契机。若命运之轮逆位而来，它提醒你，延迟是为了对齐，调整姿态，风一到就能顺势起航。世界与审判则像序章的收尾与新章的唤醒。世界带来完成、整合、旅程的圆满；审判呼唤你回望走过的路，拥抱学到的一切，并做出更贴近灵魂的选择。若世界逆位，留意细节，补上最后一颗扣子；若审判逆位，别被过往的评价束缚你，你已不是从前那个你。
整体运势。整体能量像一场从月光到日光，再回归星光的旅程。起初，节制邀请你把生活重新调味，少一些急躁，多一些耐心，少一点自我怀疑，多一分对身心的照顾。力量不是外放的呐喊，而是一种安静的掌舵。当焦虑想把你推向极端，你微笑点头，告诉他我看见你，但我不被你带走。就在你稳住内在的时候，魔术师把工具放上桌面，灵感、资源、人脉、技巧，像4元素在你手心聚拢。你开始实验、组合、拼贴，把想法拉进现实。战车接棒，为你画出路线。当它正位，你会感到一种我知道自己在往哪里去的清醒。若逆位，则是老天催你先校准指南针，不必加速，先对齐便能走得远。月亮在中段升起，带来梦与直觉的讯号。有些答案不透过逻辑，而透过你身体的微感告诉你。皇后抚平了月光的潮汐，让家、饮食、审美与创作成为安稳的土壤。她提醒你，当你把自己照顾得像珍宝，世界也会这么对待你。恋人与太阳让选择清晰，让关系发光。你可能看见一段互相欣赏、互相成全的连结正在靠近，或在现有的合作与感情里，看到一致的价值正逐步对齐。星星的水缓缓流过，洗去你心上的灰，让你相信疗愈是正在发生的事。进入下旬，命运之轮啪嗒转动，有人打来电话，某封回信到达，某个窗口打开。世界与审判像一双手，一手为你完成，一手唤醒你，把经验整合，把教训收藏，把功课交卷，然后站到生命更新的门前。若命运之轮暂时逆行，只是提醒你，再磨一磨细节，再多信任自己的节奏。爱情，你的爱情像阳光穿过针叶林，不急，却很真。恋人与太阳让你在关系里渴望坦白的交流，不再猜测与迂回，而是在光下说话。对单身的你，魔术师与皇后浮现的是自我魅力的自然绽放。当你把日常过得美，把身心养得好，吸引就像水到渠成。你会被与你共享价值的人吸引，对生活有审美，对自我有要求，对他人有善意的人。若你在关系中，节制给了你们最珍贵的提醒，速度要彼此适合。战车正位带来共识与前行，像两匹马学会同步。若战车逆位，则是你们需要停下脚步，为节奏重新谈判。月亮在爱里有时是敏感、猜想与恐惧，但星星会在你心里亮起，让你愿意说出真话，也愿意听见对方心里的潮汐。当皇后逆位时，小心过度付出或把自己丢在最后。当恋人逆位，你可能看见价值的差异，这不是坏事，而是让你更诚实对待新的选择。事业，在工作与事业上，你像是一位调香师，节制与力量掌握浓淡。魔术师与战车把灵感化为产品。初期的你需要一个清楚的核心，把所有零散的热情聚焦到一个方向。当你这么做，太阳会照亮你在团队或市场上的位置。如果你正在转职、谈合作，命运之轮表示时机正在转正。当它正位，你会遇到一拍即合的对话；当它逆位，你会得到延迟但更好的安排。世界告诉你，你的能力其实已经跨过旧尺度，值得站上更开阔的位置。审判提醒你，把过去的经验整合成语言，让他人听懂你的价值。月亮出现在职场时，有时是对未来的忐忑，有时是对人际动向的敏感。皇后让你记得在效率之外，也要留白给美与休息，因为真正长跑的选手懂得替自己保温。当力量逆位时，请看见你不是必须硬撑的那个人，真正的力量也包括适时求援与分工。财运，
金钱的能量在你这里呈现出稳中带喜的走势。皇后像指风，扰雨收成，太阳是清晰的报偿，命运之轮在中下旬提供一次变动的窗口，也许是一个短期专案，也许是骤然可见的回馈。当命运之轮逆行，请把它当作一个对齐仪式，调整预算与节奏，让之出与你的价值匹配。月亮提醒你远离过度美化的投资故事，避免因情绪而决定，节制则让你在花费与储蓄之间找到舒服的比例。第二组，转化的水，耐心的光，从结束到新生的温柔循环。对应牌卡：死神、圣杯国王、太阳、魔术师、圣杯皇后、圣杯2、女祭司、钱币2、吊人、隐士。验证讯息：你或许刚与某个旧故事道别，一段关系，一份角色，一个长期信念。那不是跌落，而是落叶归土。死神带来干净的空地，圣杯国王与皇后把你安置在一个更柔软的容器里，你学会让情绪流过，不再与之对抗。女祭司让你比较安静，直觉变得敏锐，梦境也更像一封封温柔的信。钱币2与吊人交错着提醒，现在是调整的月份，快不起来也没关系。太阳已经在云层后面，你知道光会来。魔术师在桌边等待，准备在你说我准备好了时，把新工具递给你。隐士的灯不耀眼，却能指引你走过每一小步。牌卡的灵魂故事，故事从死神开始。这不是恐惧，而是爱的清理。当不再相合的叶子落下，新的枝芽才有空间呼吸。你完成了一段成长必经的割舍，或正在走在割舍的路上。圣杯国王与太阳相继出现，像是云层后的温热日光。你更能看见情绪背后的需求，不再被浪潮带走，而是和浪一起呼吸。太阳带来正面的肯定与动能，你的心开始愿意重新尝试，相信幸福是可被建立的。魔术师此刻将工具放在你桌上，一本课程，一个新技能，一个合作邀请，或一场创意的重启。若你尚未看到具体机会，也许是身边已经存在的资源尚未被你串起，你可以重新盘点，我已拥有什么，还缺什么，第一步是什么。圣杯皇后和圣杯2将焦点带回关系，柔软、聆听、共鸣。你可能遇见情感上契合的人，或在既有关系里复原亲密。这份亲密不是炽烈，而是我懂你，你也懂我的安稳。女祭司提醒你留心新的耳语。她说，为何而动，比怎么做更重要。此时你可能会接收到直觉的灵光或梦境的指引，告诉你在哪里该等待，在哪里该出手。钱币2与吊人紧接而来，意味着9月的核心不是速度，而是平衡与视角。你学着在多重角色中轻巧切换，也练习把失去控制的部分交给更大的智慧。隐士收尾，带来一盏内在的灯，让你在静默中整合一切。你要的并非只是结果，而是与自己更加对齐的生活。整体运势，9月的你，主旋律是疗愈重排再出发。早期的死神像把舞台清场，把不合身的部分请下台，让你有空间换气。这不是一蹴可及的转变，而是稳稳的过渡。圣杯国王的成熟与圣杯皇后的柔情在你的内在对话，你既能理解自己的波动，也能安放他人的情绪。女祭司在中段把你带进静心的房间，你开始靠近最真实的动机。你做这件事是为了被看见，还是为了发光？你要的爱是抓住，还是相互安放？当你诚实了，钱币2便协助你重新安排生活的秩序。吊人把你倒挂在枝头，不是惩罚，而是让你换一个角度看世界。太阳终于浮出，
给你答案的轮廓，魔术师则把这些答案化成可以落地的行动。隐士在尾声微笑，你走得比想象中远。你会发现，这段看似缓慢的旅程，实际上为你奠定了一种可持续的幸福能力。爱情，爱在这里不是烟火，而是深井。圣杯二像两道清澈的水流彼此相迎，不必喧哗，自然相合。单身的你会被能倾听、能共情、能在安静里陪你的能量吸引。太阳让某段互动变得明朗，从试探转为诚恳。若死神逆位，表示你仍与过去的影子联系，不是错，只是提醒你给自己多一点时间，等泪痕风干。在关系里，女祭司邀你感觉而非控诉，你会更愿意说我害怕的事，而不是你总是。吊人让你愿意停下，从对方的位置看一眼风景。太阳再度升起时，彼此会对我们的路有更一致的理解。若钱币二逆位，留意因忙碌而忽略彼此的连结。如果爱是重要的，它就值得被安排进行程。事业，你的职涯像水，重新寻找河道。死神让某个旧结构退场，你得以重新设计船身。吊人提醒你，暂停不是退步，而是调整航向的必要。你在中旬会感到能量回来，太阳带来被看见的机会，魔术师把新工具递给你，一项技能，一个合作，一种全新的工作法。圣杯国王让你在团队中成为稳定器，不再被外界的风浪一吹就散。圣杯皇后让你用美感与关怀提升工作的质地。隐士意味着你在某个领域正悄悄生根，当众生喧哗，你选择在静默中打磨实力。若钱币二逆位，记得为不同角色排班。若女祭司逆位，别让外界意见盖过你的直觉。财运，这个月的财务像是一口缓慢加热的汤，不见沸腾，却在持续变得香甜。钱币二的摆荡提醒你在支出与储蓄间找平衡。当它逆位，你会突然意识到某些不必要的流失，像忘记取消的订阅、情绪性的购物。太阳在下旬映出清晰成果，也许是一笔合理的回报，也许是一个小幅的加值，让你知道方向对了。死神意味着与旧的财务模式道别，像把不再需要的负担卸下。魔术师则鼓励你用手边已有的资源，组合出新的收入可能。女祭司提醒你，对金钱的决策源于内在的安稳，而不是外界的催促。隐士最后让你学会一件事，富足首先是一种对自我的信任，然后才会成为数字的堆叠。心灵小语，当你觉得慢，请记得，种子在土里最忙。你的沉默并不空白，你的等待正在酿光。提醒语，牌卡带来的是能量启示，而你的选择与行动才是生命真正的创造力。第三组，从阴影自救到新秩序，自律与爱并进的重生之路。对应牌卡：星星、节制、月亮、恶魔、恋人、力量、战车、教皇、隐士、正义、死神、皇帝。验证讯息：你的灵魂像刚穿过一段浓雾，看见了惯性的力量，也看见了希望的微光。月亮与恶魔让你不再否认那些会把你拉走的东西，过度工作、情绪性消费、难以戒除的依赖，反复上演的关系模式。星星却一直在，它让你确信自己有自救的能力。节制与力量像两位内在的导师，教你温柔自律，不再走在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钢索上。你可能也正面对制度、承诺、长期规划的主题。教皇、皇帝、正义与死神在远处示意，提醒你，公平与清理都是为了让新的秩序得以落地。牌卡的灵魂故事：星星先来，像在黑夜里递给你一杯清水。
他说，你天生有回复的能力，别对自己吝啬希望。节制随后教你把希望变成日常的配方，不是一口气全改，而是把一点点好的选择堆叠成路。月亮揭示还未被看见的角落，恐惧、逃避、担心失败。它不是来阻挡你，而是来提醒你带着灯走进迷雾。恶魔在这里不是恶，而是强烈的牵引。你可能与某种惯性拉扯，过度工作、情绪性消费、关系的拉扯、手机的成瘾。当你直视它的同时，恋人登场，做选择，让欲望与价值相遇，让诚实与温柔相拥。力量提醒你，自律不是苛责，是带着爱的承诺。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我允许自己慢慢来，但我不停止。战车把这份内在调频转化为外在动能。你开始设定节奏表、行动清单、回顾机制，你不再希望完美，而是愿意稳稳前进。教皇与隐士是外师与内师的结盟。你可能遇到一位导师、课程、社群，帮你建立方法，同时你也在安静中听见内在的智慧。我真正想守护的是什么？正义带来对等与调整，你看见因果，也愿意为选择负责。这不是苛刻的审判，而是清爽的对齐。死神在这里意味着结束的勇气，丢掉不再适合的规则，离开耗损的场域，告别旧身份。皇帝最后落座，象征你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秩序、边界、结构、承诺、保护、远见。这不是刚硬的墙，而是可呼吸的房子，让你的生命在其中安心长大。整体运势，这是一条从阴影走向秩序的路。起点在月亮，你承认了恐惧，承认了逃避，也承认了人性中对短暂安慰的渴望。恶魔因此失去力量，因为你不再否认它。恋人在这里不是浪漫，而是选择，让欲望与价值对话，让诚实与温柔并肩。力量出手时，你会感到身体的韧性回来，不必用力很大，只要每天多一分一致。节制为你调配节奏，让你在自律中保有弹性。战车于是可以启动，不是冲刺，而是稳稳向前；不是以焦虑推动自己，而是以愿景牵引自己。教皇像是方法论与社群的支持，隐士像是你在夜里与自己开会。正义让你回到事实、数据与逻辑，你看清自己在哪里，需要修正什么。死神切断不再合身的绳索，你不再允许旧模式偷走你的时间与爱。皇帝最后落座，你建立了边界、规则与承诺，确保流窗与风。新秩序不是铁笼，而是安全的家。爱情，这组的爱情是界限与温柔的同时生长。恋人与正义要求真诚与对等，你开始珍惜在彼此面前能做自己的罕见美好。若你单身，星星让你在修复自我的道路上闪著光，吸引而来的会是尊重你的节奏，愿意共同成长的人。月亮提醒你辨识暧昧与真心的差异，不再把不确定当浪漫。在关系里，力量教你用不伤人的方式坚定，节制教你在相处中找到舒适的频率。当恶魔出现时，有时是旧习的粘着、控制、测试、冷暴力、欲擒故纵。你不再合理化这些行为，而是愿意与伴侣一起建立清晰的约定。教皇在公平的框架下讨论彼此的需要。正义，若死神浮现，你明白有些模式需要结束，不是谁输谁赢，而是为了让爱可以呼吸。事业，你开始把职涯当成一场长跑。皇帝与教皇让你意识到制度的温度、流程、SOP、时程、回顾。战车给你行动的骨架，节制让这一切可持续。星星则是你的北极星，不管多忙，你不忘记初衷。月亮与恶魔在职场里，可能是被焦虑与比较牵着走。你看穿这一点，就能在正义的清晰里回到自己的速度。
隐士提示你，真正的专业来自长时间的静默耕耘，当掌声消散，你仍然在做正确的事。死神意味着你愿意放下束缚产出的无效任务，或告别一个不再能滋养你的环境。皇帝让你在新位置上站稳，成为能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的领导者。财运，金钱在这里与秩序紧密相连。正义让你看见数字背后的真相，收入结构、支出习惯、风险暴露。皇帝把好决定自动化，让理性多于意志力的消耗。节制在你的账本里写下稳这个字，稳定储蓄，稳定配置，稳定增值。月亮提醒你防范看起来很美的故事，恶魔则是冲动的购物与短线的幻觉，你看懂它们，只把资源投进能长出果实的土。星星与隐士是耐心的投资者，相信复利，相信时间。当死神切断旧的负担，你会感到一种久违的轻盈；当皇帝搭起框架，你会慢慢拥有用金钱守护自己与所爱之人的底气。心灵小语，当你觉得被拉扯，请先把手放在心口，听见力量与节制并肩的声音。你不是要和恶魔战斗，而是要带着星星的光穿越它。真正的自律是对爱的忠诚。提醒语，牌卡带来的是能量启示，而你的选择与行动才是生命真正的创造力。谢谢你在9月把心交给这段旅程。愿月亮的敏锐、星星的清明、太阳的喜悦、皇帝的秩序，都在你的生活里各就其位，让你在每一个小选择中看见自己的力量。愿你从这些能量中觉察自己的光与力量。送大家一句9月祝福咒语：我以温柔成为强大，我以秩序承载自由，我在每一步走成光。如果你觉得这段分享有帮助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，并分享给身边有缘的朋友。让我们在温柔与真实里继续相伴。